周末一大早，小树蛙、狐狸猫、黎黎、麦麦聚在一起，几人正在热烈讨论着老师昨天安排的作业，设计一款桌游。小树蛙提议可以用4元素说的概念来设计。麦麦问：4元素说是什么啊？小树蛙回答：4元素说其实是在古希腊时期被提出，当时人们在想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世界是由土、水、火、风4个元素组成。黎黎听到后马上反应，如果世界是由4个元素组成，那我们之前背的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又是什么呢？小树蛙笑说：别急别急，科学的演进又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。当4元素说被提出后，就有人开始想，4元素可以相互作用改变性质，那能不能把廉价的金属变成黄金呢？狐狸猫听到这摇摇头，觉得这也太天马行空了。如果可以做到，现在黄金应该取之不尽才对。小树蛙肯定了他的说法，的确如此，但当时的人不知道啊，所以才诞生了炼金术。这时麦麦又提出了疑问：炼金跟炼丹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小树蛙点点头。麦麦又问：可是炼丹不是想要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吗？难道是东西方的思想差异吗？小树蛙回答：广义来说，炼金跟炼丹是一样的，都是去改变物质的性质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例如将廉价金属变成黄金，或将铅、汞烧炼成药物。而且西方也有人想着将炼金结合医学，像是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就把炼金术融入医学，来制造医药品。他还透过燃烧木头的现象，证明因为有可燃性的硫磺作用，所以产生火焰。而燃烧过程中，有凝聚力的水银会跟着烟散去，最后剩下的灰就是固体的盐。因此他提出了盐、固体、水银、凝聚性、硫磺、可燃性组成的3元素说。黎黎回应：3元素说感觉不常听到。麦麦好奇地问：盐不是化合物吗？为什么说是元素呢？小树蛙说：3元素说是指固体、凝聚性、可燃性所组成的3种物质形成的运作原理，不是指基本元素。到了17世纪，贝歇尔认为所有固体物质都含有流质土、玻璃状土以及肥土，这3种土刚好又能对应上3元素。后来贝歇尔的学生斯塔尔又透过观察与分析，得出物质燃烧时，肥土会释出变成灰，金属生锈时，也有可燃性的肥土会从中释出，变成金属灰或生锈。因此斯塔尔认为肥土比原本定义的更为重要，把它重新命名为燃素。听完小树蛙的解释，大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但狐狸猫突然想到，之前讨论质量守恒时，也有探讨过燃素，它也有无法解释的现象。荧幕前的你，可以帮大家找出答案吗？如果根据燃素说的观念，每个可燃物质都含有燃素，当物质燃烧时会失去燃素，灰烬的质量就会因此而减轻。但有科学家发现，把锡加热成白色固体时，质量会变重。黎黎跟麦麦浮出疑问，所以燃素说也有无法解释的情况，该怎么办呢？狐狸猫抢答说：我知道，这时该换拉瓦杰出场了。没错，小树蛙接着说，拉瓦杰先试着让钻石在聚集的阳光下加热，发现钻石燃烧后什么都没剩，所以燃烧应该跟空气有关。为了继续研究燃烧跟空气的关系，他先尝试烧了当时
被认为含有大量燃素的磷，结果燃烧后，它的产物质量果然变重了。拉瓦杰没有急着下判断，他继续实验，观察铅、铁等不同物质燃烧前后的质量。最后他确定，燃烧会从空气中吸取某些物质。空气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气体，而是混合物，只有部分空气会参与燃烧。麦麦追问，那个加入燃烧的部分空气是什么呢？是氧气吗？小树蛙神秘一笑说，拉瓦杰发现燃烧后的物质溶于水后，很多都呈现酸性，所以他认为酸性物质一定包含这种气体，也就把这种气体命名为酸素，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氧气。听完小树蛙的介绍后，大家对于自己要做的这款桌游又更了解了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4元素理论中提出自然界存在4种元素：土、水、火、风。帕拉塞尔苏斯透过燃烧木头的现象，提出盐、水银、硫磺组成的3元素说。贝歇尔认为所有固体物质都由流质土、玻璃状土、肥土组成，并能与3元素对应。斯塔尔透过观察、分析，得出物质燃烧时，肥土会释出变成灰；金属生锈时，也有可燃性的肥土会从中释出，变成金属灰或生锈。因此，将肥土重新命名为燃素。拉瓦杰借由实验得知，燃烧会从空气中吸取某些物质，且燃烧后的物质溶于水后多呈现酸性，所以将这种气体命名为酸素，也就是氧气。最后，请一起想一想，你是否曾在生活中看过什么氧化还原反应呢？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